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Valedium 的 channel， 我是 Kelvin。今天的影片是关于双鱼草 Double Aqua Plant 的完整攻略。我个人就是打双鱼组合的，这是我在之前的赛季用双鱼组合达到过的 MMR。这个 video 会分成3个 part。首先我会介绍这个阵容里的 XC 的选择和他们的玩法。接下来我会讲这个阵容和其他主流阵容的克制关系。最后我们通过一些实战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玩这个阵容的整体思路和一些小技巧。我先从后排阿瓜说起。后排阿瓜是一定要有 Koi 尾巴的， Koi 会让我们加速，可以让我们进入1对1的时候有先手，这也是 Double Aqua 超级克制 Bird Beast Plant 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在和对方的鸟1对1之前用 Koi， 下一轮我们就会比对方的鸟先打。鸟的 HP 很短，所以它是不可能活得下来的。至于剩下的部位的选择的话，就取决于我们的 budget。 要是 budget 比较紧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Pure Aqua。 要是 budget 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有零能量卡的 Aqua。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零能量后排 Aqua 有2种，一个是 Bidens Aqua， 一个是 Cuckoo Aqua。Cuckoo Aqua 的话，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比较强的。首先 Cuckoo 除了会给我们盾，它也会 buff 我们下一个 attack， 这是 Bidens 做不到的。再来就是因为 Cuckoo 是 Bird Part， 所以在双方都是57 speed 的情况下，我们的 Aqua 会比对方的 Pure Aqua 先攻击。 Bidens Aqua 的好处呢，就是在现在高分局很多毒阵容的情况下是很强的。这是因为 Bidens 可以让我们清除包括 Poison 在内的 debuff。 买后排 Aqua 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至少要在52 speed 或以上。这是因为只要我们的 Aqua 是52 speed 或以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只用一个 Koi 就可以快过对方61 speed 的鸟了。接下来就是中排 Aqua。 中排 Aqua 一定要有 Nemo 的尾巴， Nemo 可以帮助我们 generate energy 和提供一点点的伤害。至于嘴巴的话，我建议 Risky Fish， 这是因为我们 Aqua 打 Plant 和 Reptile 有 Class Disadvantage， Risky Fish 可以帮我们补充一点对付对方 Plant 坦克的伤害。至于脚和背部，要是 budget 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Orenda 加 Goldfish。 要是有 budget 的话，我建议 Dual Blade 和 Sponge。 Dual Blade 是 Beast 的卡，它可以让我们比较好打 Plant 和 Reptile。 Sponge 是一个高盾卡，它可以让我们比较全面，可以让我们的中排生存能力更高。至于前排的 Plant XC， 我觉得最普遍的 Serious Cactus Pumpkin 和 Hotbud 就足够强了。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双鱼草阵容对什么阵容比较强势或弱势。我先来讲对什么阵容有优势，我把它总结为只要对上那些高攻击力但是血量很低的阵容，英文是叫 Glass Cannon， 我们都会占优势。这些阵容有鸟兽草 Bird Beast Plant， 鸟鱼草 Bird Aqua Plant 和鱼兽草 Aqua Beast Plant。 我们对付这些阵容有优势，是因为他们的血量都很低，而且Aqua的卡打他们不会有 Class Disadvantage。 再来就是进入1对1之前，我们的后排Aqua可以加速，1对1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先手，而他们的后排是活不过我们的一波伤害的。现在我来讲我们对什么比较弱势，我把它总结为只要是对上血量很高的坦克类型阵容，我们都会比较弱势。这些阵容有双爬虫组合和鸟加双草组合。双爬虫组合通常是 Tri-Spike 加 Terminator， 或者后排可以是高盾反弹的爬虫。我们Aqua的卡攻击他们有 Class Disadvantage， 所以伤害会很低，特别的吃力。接下来我会说什么阵容是5-5开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上 Beast 或者夏威Aqua 加 Terminator，我们都不会特别强势或者特别弱势。当然要是我们的后排Aqua有零能量卡的话，我们会稍微比较好打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用它解掉 Terminator 的 stun。 OK， 现在我会进入第一个 gameplay。 第一轮我们双方都没有很好的卡组，所以我们都 pass。 第二轮对方有5个能量，他有可能会偷袭我的后排，所以我用一个Cuckoo保护我的后排。
我之所以没有用完全部后排的卡，设下更高的盾，是因为要是对方这一轮不偷袭我，我下一轮还有卡设下盾。这一轮我有用前排打 Sirius 加 Cactus， 虽然对方有很多能量，我的前排设下的盾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不怕，我知道他这种阵容通常都会收能量和卡偷袭后排的。OK， 上一轮他没有偷袭我，我知道他这一轮很大可能会偷袭我的后排，所以后排一定要防。我没有用完后排的卡打，因为我要使用中排阿瓜的 Beast 卡打出剩下的伤害。他刚才果然偷袭我的后排，但是因为我有设下一些盾，所以我的后排阿瓜还活着，他的前排也被我打死了。现在我打算把他的中排阿瓜解决掉，顺便看能不能偷他的能量。他的阿瓜被我打死，而且还被我偷了1个能量，他现在只有2个能量，我这一轮 pass 让他打死我的前排。上一轮他还是打不死我的前排，这一轮我再 pass， 我要收集能量，下一轮打一波大伤害。OK， 这一轮他有3个能量，我知道他会设下的盾不是143就是113。我用 Koi 开头，因为我知道 Koi 是109伤害，是肯定不会打破他的盾的。我再接个比拉娜破他的盾，然后用库库解掉那个 stun， 再打一张 Blue Moon， 然后我也把我的中排的卡全部通通打完，希望能在这一轮打死他。OK， 最后他果然被我打死了，我顺利的拿下这场的胜利。So 一开始的时候，我抽到2张 Blunt 的卡，然后有一个 Sirius， 我就先试着打出去，看能不能拖到他一个 Energy 咯。然后对方也是用了一个 Sirius， 他也是尝试要偷我的 Energy。对，他偷到一个 Energy， 可是因为我的 Blunt 比他的 Blunt 慢嘛，所以过后我又把他刚刚偷的那个 Energy 偷回来咯。So 第2 round 他的 energy 没有那么多， so 我 expect 他应该不会打我啦，就算他真的打我的话，我的 Blunt 也应该死不了， so 我就索性用买 Blunt 的那个 Hotbar 咯。我也刚好有2张不错的卡在我中间的阿瓜，就是 Risky Fish 和 Dual Blade， so 3张一起用下去打他的那个 Frontline 的 Blunt 咯。Okay, so 第3回合我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卡，然后我就索性什么卡都没有用，我赌看就是他会不会用 Watering Can 就是来 gain energy 啦， so 这样我就跳过。 OK， so 他这一 round 也是跳过啦， so 无所谓咯。这一回合我尽量就是用最少的 energy 来干掉他的 Blunt， 就是用一个 Nemo gain 一个 energy， 然后再用 Dual Blade。 So technically 如果我这2张打得出的话，
是等于没有用 energy 啦。然后我的 plan 在前面，反正是什么都做不了，就给他们干掉我的 tank mod 咯。OK，so 第3回合的时候，我存下来的卡还有 energy 啊，现在就终于可以派上场了。我这里我就尽量在我的中排的这个阿瓜，我就尽量叠高一点shield，用2个 sponge， 然后再加后面的2张 attack 卡，就是要确定要干掉他的 beast， 因为他的 beast 有 Biden for some reason 啊。OK， 鸡蛋糕没有打死他的 beast， 这个有白刃的 beast 也是绝了啊。OK，so 刚刚我打的那些盾呢，现在就体现出它的价值了哦。这一回合它的 energy 蛮多的，所以我估计我前面那只阿瓜应该是死定了啦，所以我是准备牺牲掉前面的这只阿瓜，然后后面那只阿瓜我就打算用 coin， 然后就是我会把 coin 放在第1张，给它 speed up 先，然后我加多一个 attack card， 是因为just in case 它的 beast 也在用 Biden 啊还是怎样不三不四的卡来防我的 attack， 然后再加一个库库来 buff 我的 attack 咯。我这样下一回合我就可以4张卡都用有damage 的卡来打爆他的鸟。这里我只用1张咕咕呢，是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确保就是我下一回合就是回来的卡只有1张有机会会抽到咕咕咯。他把我的鸟打死，可是现在我比他快。他完蛋了，我有咕咕的 buff， 我又比他快，我又有4个 attack 卡，他叠盾也是白叠，赢啊，就这样，简单。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想要跟我们进一步交流的话，可以 join 我们的 Discord 的 link 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还有记得按 like、subscribe 还有 share 出去，拜拜。